我是米苔目的 Vicky， 我现在在德国，这一次又是我自己一个人来，然后这一次可是王先生自己外派我来斯图加特的宾士博物馆来看看 Mercedes 的起源。然后王先生有布置一个任务给我，说有3个大魔王要看。这一次的行程呢，都是王先生给我安排的。然后没错，这件衣服也是，这件衣服可不是我自己买的，是王先生送我的情人节礼物。有没有一种很直男的感觉？这不直男，哪有直男会喜欢三芒星啊？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我没有办法跟 Vicky 来到现场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作为第二眼博士，这是我第一次看一下 Vicky 拍的素材。说是这一区其实不只有 museum， 它旁边还有销售中心，然后还有他们的 headquarter 以及工厂都在这里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。Thank you。这里是16欧一个人。哦，他们又给一台导览机。哦，德国冷工业风啊，然后那个墙上有 projector， 不对，这是你电梯上的 projector 还是墙上的？墙上。哦，随着电梯往上升，然后那个 projector 会往上升，它跟着一起往上动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我没注意看。德国工艺。然后它有中文的服务。今天是礼拜天，所以很多人，而且今天斯图加特的球场是有比赛的，可能也是因为这样人更多。我觉得第一台发动机，这是世界上的第一辆汽车。这3位是宾士诞生的核心角色，都是伟大的发明家。那3个灵魂人物，一个是 Benz， 一个是戴姆勒，戴姆勒就是现在奔驰的母公司，然后一个是迈巴赫，奔驰的超高豪华线。我们是从顶楼8楼开始逛，然后一上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在讲宾士的历史，还有19世纪的那些伟大发明，以及19世纪的交通工具。就是这边离我们非常的久远，所以我也不是很懂，就是当古董在看吧。这是 Mercedes logo 的眼镜室。这些车好帅哦，就感觉电影里面会出现的，这根本就是艺术品啊！就是它的展示风格，整个让这些古董变成超级艺术品。哦，那后面这个字就是我们车窗上那个字，一个字体。哦，是不是很眼熟？是。所以梅赛德斯是客户家女儿的名字。哦，客户女儿叫 Mercedes， 哦，是这个意思。哇，学到了，自己都不知道呢。这些复古的老车我是不太懂，但是这一层是公车，我觉得好可爱哦。以前就有 U 型枕了，哇，以前 Mercedes 就有这么多周边了。这些周边产品都好精致哦！我对这种小公车还有双层巴士比较有兴趣。这台应该是双层巴士的祖先。逛了大概1个多小时，才逛了大概2层多一点而已。听这个导览会花很多的时间。楼下有一区用餐区。其实我们最近还蛮常出差的，然后常常就会用到外面的网路。用外面的网路时间多了，就会比较担心公共网路的安全性。没有错，米苔目有干爹了这次。所以呢，我都会先打开 Surfshark，
开了之后呢，连线就会加密，像咖啡厅、机场这种公共的 WiFi 用起来也会比较安心。在大家畅游奔驰博物馆的同时，我要在这里补充一下这个 VPN 的好处。还对于我们来说，另外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就是无缝追剧。这个在国外的朋友肯定深有体会，因为我们的 IP 是在美国。那我们如果想追一些亚洲地区的剧或者是电影的话，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地区限制。但其实很简单，用 Surfshark VPN 就可以解决这一切。它会给你提供一个台湾的 IP 地址，这样的话，你不就是可以浏览台湾的串流平台了吗？ Surfshark VPN 在全球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4500以上的伺服器。而且 Surfshark VPN 一个账号可以同时用在多个设备上。Surfshark VPN 的加密功能也能保护你的账号、密码和个资，把网络骇客挡在外面，可以绝对保护你上网时候的资料安全。现在点击资讯栏我们的专属链接 surfshark.com/米台木，或者输入我们的专属优惠码米台木，你就可以额外享受4个月的使用期。我好像看到王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大魔王了。这是奔驰的大魔王之一，没有啊，这是我觉得去这博物馆必看之一。为什么？因为可能很多人知道，奔驰以前出过一个旗舰超跑是欧翼门，就是它的门是这样开的，它就是源自于这一款车型。我们知道很多有种剪刀门，它这个欧翼是奔驰先使用的。然后这辆车当时当然也是奔驰的旗舰跑车线，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侧面那个像鲨鱼鳃的地方，也是这辆车的超经典的设计之一。这个鲨鱼鳃会用在另一辆车上，那个也是我跟 Vicky 说的你要去关注的大魔王，那个叫做奔驰的 SL2 迈凯伦，它是跟 McLaren 合作的一款车型，非常帅。鼻子是尖尖的，然后这辆车是奔驰跟迈凯伦共同研发的，在历史上也没有说是特别经典的那种神级的这种经典车的地位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是奔驰或者迈凯伦的车迷的话，你一定会对这辆车非常非常有印象。然后同时，这个欧翼门用在了奔驰的上一个世代的旗舰超跑里，奔驰的 SLS。宾士不只有私家车和跑车这些，还有很多的服务性质的车子。好美哦！这是一辆概念车，它这个整个感觉是奔驰的4门轿跑，是没错 ，GT。哇，这个轮毂，这个尾翼是碳纤维，然后扰流板。扰流板啊，扰流板，我没见过这辆车。下面有一个P房，这应该是P房吧？好帅哦！这里是银件专区吗？我记得迈卡伦好像也叫银件。迈凯伦为什么也叫？对，最早的银件这个称呼是奔驰，没错。迈凯伦在 F1 阶段，就是他当年开始红起来那个 F1 阶段，迈凯伦也是用银色涂装，而且那个时候奔驰没有 F1 车队，因为当时迈凯伦的引擎是奔驰提供的，所以说他们两个应该是共同参赛，所以说可能是延续了银件这个名字。但是没错，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说银件，以为它是就是迈凯伦 F1 的称号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其实银件最开始源自于奔驰。这辆黑色的应该就是我给你安排的大魔王之一，这个一定要排了，是因为 Mercedes 最近几年，包括 AMG 这个车款，最近几年真的是越来越红，越来越红，越来越红的其中一个原因，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。然后呢，所有的整个世界的车迷同样也有这种感觉，就是因为奔驰在 F1 赛场上的成绩非常非常漂亮，然后间接带动了它本身的这个品牌的增长和整个 AMG 这条性能线的增长，也间接的提升了整个 AMG 这条线的曝光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越来越喜欢 AMG，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万物皆可 AMG， 有点贬义啊。万物皆可，你说你 GLB 还干嘛要 AMG 呢？ OK， 没关系，AMG Tax。
这是 Formula One 的引擎。F1的引擎就是特别复杂，外形特别就是包在一起，你根本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子。它不像普通的引擎那么清晰，它们特别复杂。AMG。哦，就是这一层了。各式奖杯。好帅哦！来考考王先生，这是几年的 F1？这个车一定要拍，这应该是汉密尔顿的冠军车之一。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疫情的那一年，我觉得是2022赛季 ，No，2023赛季，2023年。前面的镜头，你看我很贴心哎。前面的镜头，对啊，它的比例是一样的。我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这一个时代的 F1。哇，人家这个扰流板是真的扰流板。3、2、1。2020年。2020。我怎么觉得是疫情那年？疫情是2020。是。那就是我猜对了。19年。啊，19年疫情，好，我以为22年疫情，那我猜对了，2020，是因为就是疫情那一年的。这哪算答案啊？疫情那年吗？疫情那年就算答案了。我穿这样是不是很像批房的人？但我可能是打扫的。这算是第2个大魔王吧。反正王先生说是 F1 赛车，但他没有说是哪一年的。这个是2021年的。这个奖杯挂着每一年的冠军。这里是银剑专区，银剑的眼镜史。把导览还回去之后呢，他说这个可以带走，好赞哦！有一个小纪念品。哦，这样展示好帅哦。这边介绍他们的 design。这都是现代化的哦，是 George。这部分就是现代科技了 ，EQ。我觉得喜欢车子的人可以在这边逛一整天，慢慢听他导览，享受他的氛围。就是博物馆逛完之后呢，顺便看一下车，然后变车主。好的，奔驰博物馆现在就逛完了。我的观感就是，我没去到现场，作为一个对车没有额外研究的女性视角来说，拍成这样已经非常厉害了。那不愧是台湾 YouTuber 圈里比较良心的。哎，下一个就是我们有特别来宾，这是位于远在德国留学的美眉2号。为什么说1号呢？因为他们2个是双胞胎，在我们竹东的影片里，2个美眉都出现过。哦，我们下一个活动有伴啦！姐姐，这是我的2号表妹，她在慕尼黑读书。对。然后呢，我们下一个活动就有她陪，短暂陪伴。你说你在火车上全部都是球迷？对啊，都是球迷。我原本都还在查说要怎么走，然后我就看到一堆人一样的。对啊，就是红色、白色，然后就跟着他们走，30分钟行军大部队。Oh my god！ 巨多人，真的是巨多人。我们终于到了。刚刚走错好久，然后其实啊 ，The wife go in is left out. Thank you。好，这有分男女。好可，哇塞，第一次知道。对 ，OK， 这边根本就没人，女生就没人，男生这样子，你看看。是不是他们要验身？对，验身的时候是女生验。学到了，学到了。学到了。好 ，OK， 摸完是摸完，摸得很彻底，成功了，没有错，我们来看得奖。宾士博物馆旁边就是斯图加特的球场，然后呢，今天有一个比赛，所以呢，王先生就给我们订了票。
开始了。现在时刻是美国的早上6点半 ，Vicky 他们在现场，我起了个大早，远程观看啊，大家看同一场比赛。对方只有1小区。对，因为他们是敌对，这是主场。甩起来！甩起来！靠球门很近，一认真大家又停止了，有没有？哦，没事，还有，我觉得今天稳赢，因为斯图加特现在德甲第4，然后呢，对方是下游球队，应该可以赢。现在才刚开场。有啊，都是我们在控球，都是白衣服的拿到球，都在那一边，有没有？所以没啥问题。进球是迟早的事。觉得有点不太礼貌，没有讲一下对方的名字。这次对手是北德的沃夫斯堡，对方角球。Oh no！ 化解。不知道刚刚是什么意思。就现在是在防守，刚刚是因为是对方的 corner， 就是角球，他从这边发球，其实有时候会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进球，所以我们要干扰他，唱随他。对。我在转播里面一直听到主场球迷在敲锣打鼓，真的就是那种很嗨的欧洲主场的气氛。你转播的话，声音可能是会被消掉一点，不知道现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震撼的感觉。你看对面跳的好嗨哦，超嗨！你下次去慕尼黑看，慕尼黑超屌，就是那个台子都是这样子上下转。我同学他们说，他们就是这样。之前就是德铁那个地铁罢工，然后还为了因为当天刚好是球赛，所以就加开了，对，让大批的球迷可以进去。所以罢工没有办法罢球队。对，这足球文化很可以啊。先帮老公圆梦了，他一直很想来看，就是欧洲球队的。没录到。足球就是进球一瞬间。4-5球没有问题。哇，这第3个进球真的漂亮，这绝对是本场最佳进球，或者是可能德甲本周最佳进球。休息一下。现在很爽哎，而且现在4个队，我们的主队3分，还蛮爽的，就是气氛超级浓厚。对啊，那我们去休息一下，去买个吃的。现在只看懂一种 popcorn。好，这个是 beer， 然后这个是 alcohol free， 就是无酒精的 OK， 饮料，然后这个是 Wurst， 就是德文的香肠，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没看过。Welche
香肠堡。刚刚一开始先用德文跟他说，但我发现我的德文他听不懂。OK， 就是你自己听得懂的德文就是了。对，我想说怎么沟通那么久嘞，所以马上介入。对啊，马上改切英文。我们现在要吃德国的红香肠堡，然后他刚刚就是在点香肠的时候，他会问你说你要红香肠还是白香肠，但是白香肠通常是早餐的时候吃，就这种红香肠感觉比较大家普遍接受。刚刚点了 Stüger 他们自己酒厂的酒，然后我是觉得都蛮好喝的，他们就每个酒都很顺，就很甜不会苦，好喝。淡淡的还可以。好喝。有种很可怜的感觉，有没有？输了，然后还要跟球迷说不好意思。他们整个很坏哎。自己球队的人好像也不领情哦，球迷不爽。好惨哦。感觉到德甲很凶，对，不留情面。刚刚把啤酒杯退回去，他先收你钱了，对，他会先收你那个押金，因为那啤酒很便宜耶。对，来，对那个 NBA， 然后呢，美国足球，看一下多少钱哈。其实感触蛮深的，他这种欧洲的足球文化真的很浓，大家这个血液里面的感觉啊，然后把它看得很重，因为刚刚美眉都讲了，原本罢工的可以因为一场足球，然后呢，对加开车辆，有点感慨的就是王先没跟我们一起来，下次吧。姐夫来了肯定会更嗨，但他第一场他要留给他的爱队。超联哦，英超，对，曼联，一样都是红的哈。哦，对，今天也是红的赢哦。今天曼彻斯特跟斯图加特都是红的，没错。这集爽到我，不知道有没有爽到大家，不过没有关系，下期更赞。听说他会去到世界上最浪漫的国家。超级悠闲的感觉，这就是法国的感觉吗？这边的街道好法国，这就是我想象中的法国。在法国吃花送。